这位王爷太勇猛了，后宫妻妾成群，但却没有一人房事可坚持过一回合，导致整个燕王府的女子听到他要纳妾，都无不闻风丧胆。沈巍，听姐一句劝，别当王爷的妾。听说王爷体力极强，没有一个侍妾能承受。耳畔的声音太吵，沈巍摁住剧痛的太阳穴，还没有从车祸的阴影中清醒。就在昨日，沈巍苦心经营的公司上市，4年没休假的沈巍决定给自己放半天假，不料刚过马路，一辆车呼啸而至。就在他再次睁眼时，却发现自己来到陌生的古代。他这具身体的主人也叫沈巍，出身贫苦，为了给重病的母亲筹药费，沈巍卖身进燕王府当丫鬟。原主沈巍生的花容月貌，王妃便动了心思，想把沈巍和另一个美貌丫鬟张月都提拔为燕王的侍妾。我好好一个姑娘，当什么低贱的妾？等会咱们见到王妃，磕头求她收回恩典。我宁愿嫁给马夫，也不想嫁给王爷守活寡。当燕王的妾，听起来似乎前途无量，可张月早有听闻，燕王是个薄情寡恩的男人，他对女人的新鲜感最多维持3个月，盛宠之后，多美丽的女人也会失宠，在后宅孤苦度过一生。而且燕王那方面特别强，妾室们身娇体弱，侍寝中途经常被折腾晕过去，苦不堪言。沈巍迅速分析了一遍自己的现状，古代社会皇权至上，他现在身份是最卑微的丫鬟。运气好，嫁给马夫门房，生下的孩子继续当丫鬟奴才；运气不好，哪天主子直接赐死，暴尸荒野无人收尸。身为21世纪的卷王，沈巍可不愿意在古代当一条受人摆布的咸鱼，他要卷，他要奋斗，要在古代搏出自己的大好前程。沈巍下定决心，他要当燕王的侍妾。屋外，燕王妃派来的老嬷嬷催促道：“沈巍、张月，王妃召见，还不快点出来？”老嬷嬷将2人带到王妃居住的坤玉院，沈巍遵循记忆中的礼节，规规矩矩给燕王妃行礼。王妃放下茶盏，目光扫过沈巍和张月的脸庞。沈巍生的娇媚，张月相貌清丽，都是1等1的美人儿。王爷对后宅女眷兴致寥寥，以至于王府这2年没有新生儿出生。身为当家主母，王妃得想办法为王府开枝散叶，维护自己的贤妻名声。沈巍、张月，你们可愿意当王爷的侍妾？闻言，张月俏脸苍白，扑通一声跪下道：“回王妃，奴婢已有心上人，奴婢不能负了他的深情。”见到张月这般决绝，王妃心中暗暗叹气，接着又望向沈巍：“你呢？”沈巍恭敬道：“奴婢愿意伺候王爷，为王妃分忧。”王妃打量沈巍，在沈巍眼里看到了野心，不禁暗笑：“又是个不自量力的女子，自诩生的美貌，天真的以为能俘获王爷的心。可惜啊，美貌在燕王府的后宅是最不值一提的东西。哪怕倾国倾城的侧妃柳如烟，当初独得圣宠2年，如今也成为后宅寡淡无味的女子。既如此，我便抬你做妾室，赐住芳妃院，赏50两纹银。”沈巍心中一喜，创业第一步，拥有独立的办公室，还有50两银子的创业基金。沈巍欣喜谢恩，随后跟着老嬷嬷离开。刘嬷嬷，这丫头生得貌美，你说王爷能宠她几日？美则美矣，胸无点墨，空有皮囊。老奴猜测，沈氏最多得宠半月。哎，真是可怜。过段日子再买些漂亮丫鬟进府，救人失宠，总得添些新人。是。算算日子，王爷南巡也快回来了。王妃可要将王府修整一番，添些鲜活漂亮的花草，迎接王爷归来。王妃淡淡摇头：“何必做这些没用还费钱的事？”夫妻10年，王妃也曾和侧妃妾室们斗得死去活来。可渐渐的，王妃已经看透了后宅恩怨，变得人淡如菊。没有人能一辈子得宠，王爷的爱太短暂。再恩爱的夫妻，到最后也是两看两相厌，还是把心思放在孩子的教养上，孩子才是他未来的依靠。另一边，沈巍跟着嬷嬷来到了芳妃院。我去，虽然是独立办公室，但这也太破了吧。进到里屋，沈巍发现里面也不比外面好多少。沈巍，你这是往火坑里跳。去年王府里有个美貌丫鬟，主动伺候了王爷几日，便被王爷忘到脑后。那丫鬟前些日子疯了，跳水自尽，你都忘了吗？你放心，我自有打算。张月叹口气，同情又鄙夷，淡淡的说道：“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行吧，我回画房干活了，你好自为之。”张月说完便转身离开，同时嬷嬷安排的2个丫鬟也到了。沈巍看着2人很是满意，在他们的服侍下，
沈巍换好新的工作服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沈巍很是满意。办公室有了，初始员工也有了，那么就由本卷王来给这后宫上点强度吧。上市公司女总裁沈巍因为车祸意外穿越到皇权至上的古代，为了前程，她甘愿成为燕王的侍妾。她要在这后宅选出自己的荣华富贵。要想拿下燕王这个素未谋面的目标客户，就得了解客户的喜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刚来王府，对王府还不熟悉，我问你们，王爷何时回来？彩萍和彩莲对视一眼，眼里流露出同情和淡淡的鄙夷。她们从小在王府里伺候，像沈巍这样的女子，她们见得多了。回主子，王爷1个月前带太子爷南巡，应待2日后回府。沈巍若有所思，毛笔刷刷的在宣纸上记录。王爷年岁多少？他的家庭关系是什么？他喜好是什么？他喜欢吃什么？他有什么日常爱好？彩莲闻言愣了下，忽然觉得眼前这位主子和以前那些空有其表的主子有点不同。王爷是当今皇帝的第2个儿子，今年20有8，后宅有1个正妃，有3个侧妃，做甘肃妃、侍妾和通房丫鬟。王爷喜欢骑马、射箭、读书。从中午到黄昏，沈巍获取了彩萍与彩莲所了解的所有信息，除了王爷的信息，还把后宅其他侧妃侍妾的来历、京城名门的信息打听得清清楚楚。很好，感谢你们接受采访。沈巍将厚厚的宣纸整理好，他现在对王府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。晚饭时间到，后厨将芳菲苑的晚膳送了进来，2菜1汤，还算不错。沈巍美美吃了一顿，吃饱饭，沈巍绕着芳菲苑走了一圈，月光朦朦胧胧，他看着满院子的杂草、破旧的墙壁，眉头不由得皱起来。不行，必须得装修门面。沈巍打定主意，必须把芳菲苑改头换面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门面必须精装修。没有客户会愿意去一间破破烂烂的店铺。梳洗完毕后，沈巍回到寝室，观察着镜中新的自己，喃喃道：皮肤水分不足，身材太瘦，营养不良，体力极差。要想受宠，还是得下点功夫养好身子才行。今天最常听到的就是燕王那方面的能力特别强，那些娇弱的侍妾们无法承受他的恩泽，每次都在中途晕过去。空有其表，不能让客户满意，那客户自然就慢慢流失了。所以得努力强身健体，务必让客户满意、满足，这样才能长久。沈巍回到床榻，虽然丫鬟今天重新收拾整理了床榻，但看着还是非常磕碜。还得将卧室重新装修下，打造新颖的风格。沈巍心里叹气，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改造方案，慢慢合上眼睛，沉沉入睡。次日清晨，彩萍和彩莲准备去侍奉沈巍梳洗，却看到沈巍正穿着短打，绕着院子跑步，一张俏脸红扑扑，跑得气喘吁吁。彩莲十分惊讶，连忙掏出手帕：主子，您这是在……沈巍慢跑结束，接过彩莲递来的帕子擦汗，锻炼身体。身体是争宠的本钱，没有一副好的身体，怎么拿下目标客户？慢跑结束，沈巍又开始做深蹲，连续做了30个深蹲之后，才擦着汗去吃早膳。芳菲苑的沈氏住的可习惯。说来也怪，沈氏今早派丫鬟去花房里要了不少花束和菜种子，还让几个小太监带上工具修补院墙。修补院墙，换做其他侍妾，要么规规矩矩住在院子里，等待王爷的召信，要么买胭脂水粉，努力装扮自己。这沈巍倒是别具一格。老嬷嬷不以为意，有些鄙夷的道：那芳菲苑就无人住，院墙破损，兴许是沈氏担心大雨冲垮院墙，提前修补。她农户出身，眼光也就这么点了。是啊，也只有农户出身的女子才会关注破损的院墙，还要菜种子了。由着她去，反正也兴不起多大风浪。派人去学堂盯着，不许2个孩子上课胡闹。今年母后寿辰，他们得在母后面前好好表现。王妃，后日王爷南巡归来，要不让2位小主子休息1日，好迎接王爷。燕王妃皱眉，摇头道：单个学业，得不偿失。老嬷嬷心中叹气，这几年来，王妃对王爷是越发不上心，满心满眼都是教养孩子。忙碌了2天半，芳菲苑从清水房变成精装修，看着这焕然一新的院落，沈巍很是满意，给辛苦搬砖的小太监打赏了赏钱。
又给彩萍、彩莲各自3两银子，3两银子抵他们3个月的月银，并且沈巍还给他们1人赏了一身新衣裳，他们再也不用穿那种一模一样的下人服了。沈巍勾勾嘴角，他可不是个抠抠搜搜的小老板，员工付出劳动，他就会给奖金，下次员工办事会更勤奋。沈巍巡视着装修好的新院子，彩萍看着这崭新的院落，不禁赞叹道：“沈主子，咱们院子真好看。”沈巍闻言微微点头，这新院子按照他的布置，确实好看不少。若不是他的创业基金只有50两，他还可以布置得更好看。走着走着，彩萍突然发现，原本的一块野草地被开垦成了菜地。彩萍好奇地指着那块开辟出来，至今光秃秃的菜地：“沈主子，您是想种菜吗？”沈巍盯着那块菜地，唇角缓缓勾起弧度：“留着自有用处，等有心人栽种。”彩萍疑惑不解，但也没再说什么。巡视完院子，沈巍在凉亭休息，忽然他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：王爷今日回来，我想偷偷去瞧一眼。他现在是王爷的侍妾，地位只比通房丫鬟高一点，没有资格迎接王爷回府。但沈巍想提前了解燕王，观察他的面相和谈吐。彩莲和彩萍面露难色，沈巍知道他们的顾虑，于是道：“只是偷看，又不会冲撞他，咱们低调些，别被人发现。”沈巍执意如此，2个丫鬟也只能点头同意。等待期间，沈巍在新书房中练习书法，他可不想当一个空有其表的花瓶，命运被别人掌控。临近中午，一阵礼乐声从不远处传来，彩萍对这个声音很熟悉，连忙开口道：“沈主子，燕王回来了。”沈巍麻溜地溜出芳菲院，躲到正殿的院子角落，暗中观察。就在他翘首以盼地等待燕王时，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沈巍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上市公司女总裁沈巍因为车祸意外穿越到皇权至上的古代，为了前程，她甘愿成为燕王的侍妾。她要在这后宅卷出自己的荣华富贵。沈巍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沈巍循着声音向前看去，看到了端着一盆花的前同事张月。张月看着沈巍，眼神中既有怜悯又有鄙夷。他当然知道沈巍这是来寻燕王的，如以前那些新的侍妾一般，故意抛头露面，投怀送抱，想要给燕王留下好印象。沈巍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吧，就算你把王爷勾去，也留不住的。沈巍眉头微蹙，正想说什么，却听到彩莲厉声呵斥道：“见到主子不问安，居然还在这大言不惭，你哪来的胆子？”张月怔住，这才后知后觉，沈巍已经不是和他平起平坐的丫鬟了。张月心中不悦，忽然生了几分不甘和嫉妒，他只能无奈的微微屈膝，别扭的请安：“奴婢给沈主子请安。”奴婢还要去花房办事，就先离去了。沈巍淡笑：“去吧。”张月抱着花盆，心事重重走开，走到院子拐角处，扭头回看，穿蓝色长裙的沈巍，身量纤细，肤白如雪，已经完全没有半分丫鬟的模样。张月心里空落落的，只得默默祈祷，希望这沈巍早点失宠，他要看他的笑话。失宠的妾室，日子过得还不如丫鬟呢。不多时，彩萍低声提醒道：“沈主子，王爷来了。”沈巍微微点头，暗中观察未来要伺候的老板。王府大门口，燕王妃携带着2位侧妃、5位庶妃以及若干下人，恭恭敬敬迎接燕王。黑色绣金的燕王旗翻飞，穿铁甲的护卫分为左右2列。燕王抵达王府，他个子很高，容貌极为俊美，鼻梁挺拔，举手投足之间透着贵气和威严。沈巍看着还挺满意，这相貌放到现代娱乐圈，妥妥的顶流。沈巍学过一点面相术，怪不得都说燕王崇尚凶悍，这高挺的鼻梁，男人鼻子高挺，四肢强悍，那方面绝对需求旺盛，特别厉害。再看看门口那些娇滴滴的内宅女眷，要么太胖，要么太瘦，身体素质估计一般。沈巍没有逗留太久，转身回自己的芳菲院。回去的路上，沈巍开始做燕王的个人总结：出身富贵，兄友弟恭，后宅安宁，身体健康，一生顺遂。这种生长在皇家大院的男人，从小见惯了莺莺燕燕，每个女人对他都是千依百顺。要想留住他的心，必须得独辟蹊径，身体契合，灵魂契合。主子，咱们不去向王爷请安吗？彩萍跟在沈巍身后，有点吃惊地问道。他还以为沈巍一定会想办法在燕王面前露脸，勾得王爷今晚在芳菲院留宿，谁知道沈巍真的只是看一眼就走了。王爷是一家之主，
今晚自然应该由王妃伺候。我现在去抢人，会引得王妃不悦。他当然要争宠，不过不急于一时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他要做好周全的准备。王府门口，燕王环视一周，眼前有温良贤淑的王妃，有胖墩墩的张侧妃，有青梅竹马的刘侧妃，以及若干庶妃，唯独没看到侧妃柳如烟。如烟在何处？昨日风大，如烟妹妹头疼不止，请了大夫医治，如今她还在房里休息。程克和程真还在学堂。提起两个儿子，王妃面露自豪。王爷，最近程克和程真读书颇为用功，连夫子都夸赞不止呢。燕王心头失望，他在南方巡查，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异常。回到王府，他当然希望能看到孩子，拥抱娇妻美妾解乏，再听听妻妾们的夸赞。可孩子没有来迎接父亲，美妾卧病不出门，妾室们连一句嘘寒问暖也没有。燕王实在是有些不满，但他又无法宣之于口。王爷，最近臣妾抬了一个丫鬟当侍妾，那丫鬟生得美貌，王爷若是得空，可以去芳菲院瞧瞧。燕王闻言兴致缺缺，在美貌的侍妾在他面前要么战战栗栗，要么曲意逢迎。睡过几次后，便再也没有新鲜劲儿，实在是让他提不起兴致。回到王府后，燕王就到书房处理公务，一直忙碌到天黑，他才前往王妃的院子留宿。南巡辛苦，公务繁杂，燕王已经整整1个月没有和女子同眠。今晚，燕王想和王妃温存一番，拥着王妃略胖的腰，借着昏暗的烛光，看见王妃那张风韵犹存的脸，但由于缺乏保养跟打扮，看着有点老态。王爷，王妃也许久没有和燕王温存，她娇羞的低头，软绵绵的靠在燕王怀里。不到半个时辰，王妃已经累得抬不起手。王爷，明日妾身还要去宫里拜见母后。王妃婉言拒绝燕王的再次求欢，说完便直接昏睡过去。燕王眉头轻皱，他看着昏睡过去的王妃，又低头看了眼还未消散的欲望，无奈的叹口气。后宅那么多的女人，竟没一人能让他满足。与此同时，芳妃院内2个丫鬟都已睡下，沈薇还在卧室里忙碌，为未来的事情做准备。她要让这个人人畏惧的燕王对她欲罢不能。这个女人太扫兴了。王爷指着天上的月亮说：“月亮真圆啊。”他却是一脸悲哀，语气像个文艺青年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月亮再圆，也有亏的时候。啊！当王爷指着盛开的梅花说道：“冬天的梅花真美。”他却是垂下美眸，语气悲凉地回道：“花开时美不胜收，花落时无人在意。一场雨，花瓣凋零，为时可怜。”啊！他为王爷宽衣，冰冷的手触碰到王爷的后背，王爷被冻得一哆嗦。王爷握住他冰冷的手，柔声道：“你手寒，让丫鬟打一盆热水泡手取暖。”他却是既有恼怒，又有悲哀的道：“王爷，您竟然嫌弃妾身啊！这种人，那神经病！”王爷无语，他只是单纯的想赏月看花，关心她的身体，他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扫兴。随着这种扫兴的相处越来越多，他对柳如烟失去兴致。看着王爷离去的背影，身旁的丫鬟忍不住嘀咕道：“主子，王爷难得来咱们七雪阁一趟，您怎么不留着他呢？看方向，王爷应该是去张侧妃那里了。”他却是喃喃的苦笑道：“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，终究只是个梦。他嫌弃我手冷，却不知我手冷，心更冷。”丫鬟雪梅无奈挠头，转移话题道：“主子，春天到了，要不咱们在院子里种些别的花，兴许王爷看见了会高兴呢。”柳如烟淡淡摇头：“人人都想当盛开的牡丹，我为爱梅花高洁之姿。”这种人，那神经病！燕王离开柳侧妃的七雪阁，转到去了张侧妃的花香院。张侧妃本名张妙玉，是个憨憨的吃货。刚走到花香院门口，燕王便闻到一股浓郁油腻的肘子香味。王爷，张侧妃好像又在吃肘子。张侧妃还未出阁时就贪吃，后来嫁给燕王当侧妃更爱吃了，吃得越吃越胖，如今俨然成了一个小胖墩儿。燕王以前宿在张侧妃屋里，睡觉时总能闻到油腻的肘子香味，并且跟张侧妃花好的时候，胖胖的张妙玉重重的压在王爷身上。他又中了本王的腰。胖子很容易打鼾，燕王不止一次被张侧妃鼾声吵醒。燕王睡得不好，严重影响第二天的公务。
渐渐的，他对这个胖乎乎的侍妾失去了兴趣。富贵小心询问：“今晚王爷要住在张侧妃处吗？”燕王捂着鼻子，阻隔油腻的肘子味。不去。说完，他便转身离去。张妙玉到花香院里，丫鬟吭哧吭哧跑进来。主子，刚才王爷来咱们院子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，咱们要不要去追？张妙玉烫手握住一个香喷喷的大肘子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不必了，王爷肯定是嫌弃我了。我娘说过，男人爱你就会无条件爱你的一切，无论你高矮胖瘦，男人都会喜欢。如果王爷真的喜欢我，他就不会介意我胖。”天色欲黑，燕王走了几步，愈发无聊，就准备回主屋，今晚独自就寝。跟在他身后的富贵转转眼珠，恭敬提醒：“王爷，芳菲院那边新住进了一位主子，听说相貌1等1的好，不如今晚去瞧瞧。”燕王闻言步子顿住，秉着来都来了的原则，打算去芳菲院看看。新人不同于府里的旧人，身上总有些鲜活。当然，按照燕王以往的经验，新人身上这点鲜活很快会被磨灭，沦为后宅普普通通的一员。西南处的10几个院子都是侍妾居住，燕王不太喜欢西南处的这些院子，稍显破旧。侍妾们虽然貌美，但他们的院子缺少打理，杂草丛生，寝殿内的装潢也单薄乏味。燕王来1、2次还能忍，天天来心里实在膈应。走着走着，燕王脚步顿住，在微缩的一众院墙里，看到别具一格的院落。院子门口高高挂着漂亮的彩色灯笼，月光下，院墙外粉色的蔷薇花一簇簇盛开，和周围昏沉沉的院子比起来，这简直像是仙境。燕王顿时来了兴致，好别致的院子，雪白的月光清朗，把小小的院落照亮。燕王看到几束红艳的桃花，院子里没有杂草，错落有致地栽种了一些漂亮的花草。院子虽小，但充满鲜活的生命力，和柳如烟、雪洞似的院子，简直天壤之别。富贵清清嗓子，通传道：“王爷驾到，沈氏叔叔出来迎接。”房门打开，出来的是丫鬟彩萍和彩莲，2个丫头扑通跪地。彩莲紧张道：“王爷来的突然，主子正在沐浴，还请王爷稍后。”富贵皱眉，怒声呵斥道：“大的奴才，哪有让王爷等的道理？”燕王瞥了眼富贵，富贵何等精明，立刻乖乖地闭上嘴。燕王推门而入，屋外由富贵和2个丫鬟守着。燕王迈进主屋寝殿，不由得眼前一亮。寝殿里暗香浮动，虽没有什么昂贵的器物摆设，但处处透着精巧美丽。一道薄薄的屏风后，热气腾腾，沈巍正在沐浴，朦朦胧胧，若隐若现。“请王爷恕罪，妾身还在沐浴。”声音娇软，怯生生的，像只害羞的小鸟。燕王顿时兴致上头，快步上前。王爷走进浴室，看到了正在沐浴的沈巍，浴池白气氤氲，沈巍微湿的黑发散落在肩头，后背白如凝脂，隐约能透过水面看到他纤细的腰。燕王自南巡后，已经好长一段日子没有得到彻底的疏解，眼前忽然出现一个绝色尤物，他喉结滚动，目光火热，他顿时来了兴致，纵身扑进了浴池之中。时间渐渐流淌，月渐西落，守在门口的彩萍和彩莲听得满脸通红。沈主子声音也太好听了，比3月春天里的黄莺鸟还婉转。他们2个丫鬟听得都心痒痒，更别提血气方刚的燕王。沈主子看起来娇弱，没想到竟能承受如此之久。屋内，燕王浑身畅快，这女子深倩如流，没想到竟能和我如此契合。换做其他女子，不到半个时辰就昏死过去了，她竟能和我嬉戏至深夜。燕王终于得到满足，他越发爱怜，语气柔和地问道：“你辛苦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沈巍一脸娇羞：“妾身叫沈巍，妾身不辛苦，伺候王爷是妾身的本分。王爷南巡才辛苦，能为王爷解乏，是妾身的福分。”燕王身躯微震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。你怎知本王南巡辛苦？回王爷，奴婢是南方人，前2年才举家来到燕京。奴婢年幼时见过南巡的大官，1个月内他们要查各郡县的事务，倾诉冤案命案，四处奔波为民办事。说着，沈巍又大胆地伸手抚摸燕王英俊瘦削的脸庞，怜爱又疼惜地说：“王爷都晒黑了，也瘦了，没有男人不爱懂事的女人，身体上的欢愉是短暂的，能留住男人一时，留不住一世，所以需要在言语上、行为上表现出对他的关心。只有成为燕王的解语花，成为他的精神寄托，成为他累了唯一想依靠的港湾，唯有这样，才能在王府后宅真正立足。”燕王目光怔怔，
他南巡回府后，王妃和侧妃们只是口头上敷衍2句王爷辛苦了，唯有怀里的小侍妾沈薇清晰地说出黑了瘦了的具体特征。燕王神魂震动，鼻梁不知为何发酸，他就像个期盼夸奖的小男孩，终于在沈薇这里得到糖果。这女子真的好爱我，如果不是爱，又怎会注意到这些细枝末节？燕王紧紧拥着沈薇，终于睡了一次满足的觉。沈薇听着身旁均匀的呼吸声，揉揉自己快散架的腰，心中骂骂咧咧的：狗男人，差点没把老娘给弄死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这段日子天天健身，不然真的会在中途晕死过去。不过我这个大狼狗老板长得还真帅，我不吃亏。在心中吐槽完，沈薇慢慢闭上双眼，也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，燕王在丫鬟的伺候下完成梳洗，准备上朝。他回过头，发现床上的沈薇正痴痴地盯着他，眼神纯净，里面全是不加遮掩的爱意。对上王爷的目光，沈薇俏脸浮上红晕，害羞地说：“一睁眼就能看见王爷，甚是欢愉。”眼神是不会骗人的。燕王识人无数，自然看得出沈薇眼里的热情和爱意不是伪装，她是真的感到幸福，她也是真的爱慕自己。燕王已经好久没见到如此纯粹的爱意，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沈薇眼里的爱意跟他想的不一样。沈薇看着燕王，就像在看一块金光闪闪的大元宝。他不爱燕王，但他是发自内心、无比真诚的爱金元宝啊。本王还有公事，今晚再来看你。沈薇害羞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那妾身等王爷。王爷金口玉言，不能食言。”燕王看他期待的眼神，不由得哈哈大笑。接下来3个晚上，燕王都宿在芳菲院，一时间，沈薇在后宅风头大盛。坤玉院，刘嬷嬷对着王妃嘀咕道：“王妃，王爷已经在沈氏屋里宿了3日，需要给沈氏送婢子汤吗？”王妃人淡如菊，淡淡道：“没必要，放任自流，花无百日红，转瞬凋零。这10年来，王府多的是和沈薇一样的女子，人人都以为能独得王爷的专宠，到最后一无所有，就当是看笑话吧。”王妃唇角牵起一抹戏谑的笑容，就算她运气好，怀上王爷的孩子，以她卑贱的出身，也没资格抚养孩子，除非她能做到侧妃的位置。只可惜她的出身太过卑贱，这辈子最多做到庶妃。王妃说的是。七雪阁，侧妃柳如烟正在看书。主子，听说王爷日日宿在沈氏那里，咱们要不想办法把王爷召来？雪梅是真心为柳如烟考虑，但奈何柳如烟不争不抢，人淡如菊。以色侍人，能得几时好？那沈氏也是可怜，身处烈火旁游的境地，还以为自己繁花似锦。唉，柳如烟同情沈薇，雪梅却是同情自己。王爷赏赐的山珍海味、绫罗绸缎、金银珠宝堆满了芳菲院，沈主子还很大方，慷慨赐给彩萍、彩莲不少首饰。我也想要主子的赏赐啊！可柳如烟主子淡泊名利，不喜钱财，从没给我任何赏赐，还要我也每天穿白衣服上班，我都感觉自己是在上坟。跟了柳主子5、6年，家里的债务还没还完，哎，我要是能当芳菲院的丫鬟多好啊！芳菲院内，彩莲忧心忡忡地看着沈薇，开口道：“主子，您如今夺得王爷宠爱，听奴婢一句劝，要早日生下王爷的孩子，才可保住地位。”自从沈薇得宠后，彩萍跟彩莲不但涨了月钱，还经常有奖金可拿。现在他们2个对沈薇越发忠心，他不忍沈薇走上其他主子的老路，好心提醒：“不急，我现在的身体营养不良，不适合怀孕。”这具身体的情况，沈薇心中有数。以她现在这瘦弱的身板，以古代落后的生育条件，她生孩子时肯定是9死1生。她可不想到时候1尸2命，她的目标是光荣退休，可不想英年早逝。彩莲不知道沈薇的想法，无奈叹气：“主子虽然慷慨，可到底是农妇女出身，目光短浅实在。王爷的宠爱太短暂，转瞬即逝，无儿无女的侍妾，日子过得连丫鬟都不如。”燕王忙完公务，便直奔芳菲院。他没有让太监通报，径直走了进来。路过那个新修的菜园子时，燕王眉头一皱，看着菜园子里面的人时，心头忽然有些失望。这个菜园子可不普通，它不仅可以拿来种菜，还可以用来拿捏这位养尊处优的王爷，让他欲罢不能。菜园内，沈薇蹲在菜地边，手里拿着小锄头，正在忙活。燕王见此，眉头一皱，因为那个侧妃柳如烟，每到春天也有类似这般的爱好。葬花，他实在不明白，落下来的花瓣有什么好埋的？埋进土里，不还是腐烂了？难不成沈薇也是柳如烟那样的女子？燕王心里顿生不悦，
眼底有一闪而逝的失望。一个柳如烟已经够了，他真不想再看到第二个柳如烟。王爷，您回来了。沈巍欢喜地跑过来，俏丽的脸上还沾了一点泥巴。其他侍妾见到王爷只会恭恭敬敬地说给王爷请安，而我则不同，我见到燕王一定要高高兴兴地说一句您回来了，要潜移默化地给燕王灌输一种思想，芳菲院就是他的家，每次他来我这芳菲院就等于回家。燕王看他红扑扑的小脸，娇媚中又透着天真，燕王心里那点失望散去，转为无法控制的怜爱。他温柔地擦去沈巍脸颊的泥巴。你在做什么？沈巍眼睛弯成月牙。种菜啊。燕王愣了下，好半晌才反应过来。种菜。沈巍大大方方地牵着燕王的手，来到他开辟的小菜园。燕王低头看着俩人牵在一起的手，沈巍的手总是暖暖的、软软的、香香的，牵起来很舒服。王府后院的其他女人都是一个样，见到本王总是循规蹈矩，在床上也放不开，唯有她与众不同，会主动牵我的手，敬我、爱我，在床上不遗余力配合我，她真爱我啊！两人站在菜地，春泥新翻，沈巍已经撒下一些青菜种子，旁边还有没栽种的辣椒苗、茄子苗等等。妾身出身贫寒，年幼时和兄弟姐妹下地干活，看到院子里这块的空着，种花可惜，不如种点菜。按照我的分析，燕王替太子南巡，体恤民情，还晒黑了，这说明他不是那种酒囊饭袋的花花公子，他有政治素养，他知道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，所以在院子里种菜，不但不会引来他的反感，还会让他有新奇的感觉。果不其然，燕王兴致盎然。如何种？沈巍拿起小白菜种子往土里撒去，先撒种子，薄土覆盖，春天气候好，浇水施肥，青菜很快能长出来。这些茄子苗、番茄苗，挖一个小坑。沈巍絮絮叨叨给燕王讲解。末了，沈巍把2根菜苗递给燕王，笑容灿烂。王爷何不亲自试试，很好玩的。燕王身后的太监富贵暗中皱眉，这沈主子好生大胆，竟让王爷种菜。王爷身份尊贵，种菜这种农户的事，怎能动王爷的御手？最近王爷太宠沈主子，竟种得他无法无天起来。然而燕王却不以为意，倒是有趣。燕王接过沈巍递来的茄子苗，半蹲在菜地边，将幼苗埋进土里。王爷，这左边的菜地王爷种，右边的菜地妾身种，等妾身种植的茄子和番茄成熟，王爷可不能来偷妾身的菜呀。燕王莞尔一笑，本王何等身份，会去偷你的菜？一时间，燕王的胜负欲被激起来。沈巍拉着他的手，手把手教他如何用锄头，如何挖坑。富贵在旁边看着，眉头越皱越深，看着王爷尊贵的手握住锄头，富贵简直想跳起来阻止。富贵总管。采莲察言观色，连忙将一根嫩绿的茄子苗递给富贵。王爷和沈主子在忙，你也试试种菜吧，很有趣的。富贵连连摇头，咱家不会。采莲笑盈盈说，没关系，采莲可以教你呀。采莲将富贵带到角落另一块小菜地，采莲和彩萍自己种了一些嫩绿的小青菜。最开始，沈巍提出让采莲和彩萍也种菜，2个丫鬟虽然不理解，但还是谨遵沈巍的吩咐，种了点小青菜。可当现在他们看到自己亲手种的蔬菜发芽，不知为何，心里会涌起一种满足的成就感。这用沈巍的话来说，就叫公司归属感。有的公司会让员工养猫、种菜、种花，提升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。那咱家试试。富贵推辞不过，按照采莲的指示，撒了一些白菜种子，又种了一棵茄子苗。种完菜后，看着菜地里的菜苗，富贵忽然有种奇怪的成就感。种菜好像还挺好玩的。那边沈巍已经和燕王种完菜了，沈巍仔细地给燕王擦手上的泥巴。王爷，白菜苗和萝卜长得快，5天左右发芽，1月内成熟。茄子、番茄要慢一些，2、3月才会结果。近处是娇媚可口的美人，旁边是自己亲手种的菜，燕王心脏微微触动，心头暖洋洋的。当天晚上，燕王自然留宿在沈巍这里，2人闹腾到半夜。早上天蒙蒙亮，燕王披衣而起，他没有吵醒沉睡的沈巍，他知道自己体力太强，沈巍能陪他嬉闹到深夜，已经十分难得。沈巍不只和他契合，还会很多勾人的姿势，简直让人欲罢不能。离开途中，经过花草丰茂的花园时，燕王脚步忽然停住，转身折返到菜园子边，看看昨天自己种下的菜苗，叶子绿油油的，格外招人怜爱。燕王看着心情十分愉悦。
富贵也趁机溜到角落，也看看昨天他种植的菜。燕王主仆二人离去后没多久，沈巍也哈欠连天起床，换好运动服，沈巍准备开始慢跑。主子，您昨晚疲累，今早还是别慢跑了。彩萍心疼沈巍，王爷昨晚异常凶悍，主子的嗓子都喊哑了，桌子也塌了，今天还要换个结实点的桌子。不可懈怠，必须卷起来。今天不跑，明天不跑，以后只会越来越懒惰。内卷之王沈巍绝不会让自己懈怠。慢跑完毕，沈巍又做完30个深蹲。休息片刻后，沈巍这才开始吃早饭。在王府，所有人都是看碟下菜的。如今沈巍风头正盛，他想吃什么，后厨就会给做什么。如果是其他妾室，后厨可不会搭理，只会按照分例送餐，还经常暗中克扣。用完早膳，沈巍再凉亭小憩。主子，您为何会让王爷种菜呀？主子，您为何会让王爷种菜呀？彩萍好奇地问道。这沈主子的行为可真是令人意想不到，让王爷能想起我。彩萍一脸茫然，种菜怎会让王爷想起主子呢？沈巍勾勾唇角。从心理学角度上讲，人们会对自己付出心血的东西抱有期待和关注，特别是那种很快就能看到成果的，当收获时就会触发身体的奖励机制，获得满足感，这也就是俗称的奶头乐。连续几日宿在沈巍那里，燕王也没有忘记王府后宅的其他女眷，尤其是王妃。王妃是燕王的正妻，每个月燕王都要宿在王妃处，至少2次，两人合衣而睡，没有鱼水之欢。王妃靠在枕头上，一副禀报公事的语气，告诉燕王，下个月王府春日宴，太子、自公主和恒王都会来王府赴宴。王爷，妾身想去燕京裁缝铺里，为府里的姐妹们采购一批新布料，春日宴上可不能再穿旧衣。燕王脑海里还想着公事，他明日要陪太子兄长参加亲耕礼，随口道：你是主母，做主便是。还有一件事，下午刘侧妃落水昏迷，醒来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，寻死觅活。王爷明日若是得空，去看看刘妹妹吧。刘侧妃本名刘巧儿，算得上是燕王的青梅竹马。她嫁给燕王后，在王府后宅嚣张跋扈，处处欺压其他妾室，直到前2年生下一对双胞胎后，身子受损，疾病缠身，才稍微消停了点。她这2年来一直努力养身体，养精蓄锐。王妃猜测，她这是准备继续争宠了。所谓的落水受刺激，恐怕也只是吸引王爷前去探望的手段。本王明日去探望他。燕王也想起刘侧妃，的确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探望。王妃在心中幸灾乐祸道：刘侧妃出身不错，争宠的手段多样，那可怜的沈巍怕是要遭殃了。夜深，屋外淅淅沥沥下起春雨，雨水落在琉璃瓦上，吵醒了燕王。燕王听到雨声，不知为何，燕王忽然想起他在芳菲院种的菜，春雨贵如油，淋了雨，种子应该发芽了吧？燕王决定明日抽空去芳菲院看看他种的菜。七雪阁内，书房烛火未熄，丫鬟雪梅昏昏欲睡，哈欠连天。主子，下雨了，要不您歇息吧。主子没睡，他这个丫鬟也没法睡。柳如烟一身雪白长裙，美眸凄凉地望着窗外，唇角划过一丝凄凉。一场雨，不知落了多少花瓣，这些花儿真可怜，绽放不过几日，便被无情的雨水打落枝头。雪梅虽对柳如烟忠心，但也不免在心中腹诽。花瓣掉落不是正常的事吗？有什么好伤感的？你可怜花，谁来可怜我啊？我想睡觉啊。明月院，刘侧妃害怕地蜷缩在床上，她惊恐地打量四周，看着周围熟悉的状况，才接受自己重生的事实。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，我还活着，我再也不要争宠了，再也不要了。刘侧妃蜷缩着，嘴唇颤抖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家族，我的命都被那个女人毁了。前世，刘侧妃养好了身子，假装落水，再次获得燕王的恩宠，成为整个燕王府里风头仅次于王妃的女人。后来太子全家遭难，燕王登基，她也被封为皇妃。在皇宫里，刘侧妃和新封的妃嫔们继续争宠，斗得死去活来，直到那个可怕的女人进宫，刘侧妃和她斗了大半年，最终失去了孩子，被皇帝厌弃，家族惨遭流放，自己也被削成人棍。而那些低调摆烂的妃子，不争不抢，居然都有了还不错的结局。至少在刘侧妃死前，他们都衣食无忧，平安顺遂。临死前，刘侧妃才明白，争宠只会让自己成为活靶子，不争不抢，才过得幸福。感谢老天爷给我重活一次的机会，王爷薄情，
没有人能永远独得恩宠。这一次我要低调，我要当咸鱼，我再也不要争宠了。女总裁沈巍意外穿越到古代，成为燕王侍妾。为了加深存在感，她手把手教燕王种菜，却没想到意外地帮了他一个大忙。第二天，燕王和太子前往户部参加青耕礼。每年春天，天子象征性地用锄头挖地种青苗，表达对农业的重视。这2年皇帝疾病缠身，已经无法下床，青耕礼自然由太子代理。太子兄长、二哥，御史都在旁边看着，咱们可得认真挖地。恒王幸灾乐祸地嘲讽。恒王由贵妃所生，和太子关系一向不睦。御史院是恒王的地盘，御史们大多是恒王的亲信。今日御史的眼睛都盯着仔细，只要太子和燕王在种地上出了一点错漏，都会被御史记在书里，流传后世。太子不着痕迹看了眼恒王，眼底划过杀意。太子兄长，您别这么看我，弟弟好生畏惧。礼乐声响，青耕礼开始。刚下过雨，准备好的田里泥土湿润，太子脚踩到泥巴，差点滑倒，还是燕王眼疾手快，迅速搀扶，才避免了跌倒的闹剧。但太子却连连咳嗽，咳出鲜血。太子冬日生了场大病，开春后身体一直不好，吹不得大风。皇帝派来监督的大太监见状，赶紧回宫请旨。皇帝传来口谕，让燕王代替太子种地耕种。恒王暗中咬牙。恒王知道这是皇帝在敲打他，哪怕太子不能登基，还有燕王可胜任。至于他恒王，永远不能称帝。兄长，您先歇歇，这里交给我。远景，你从未种过地，能行吗？燕王想到芳菲院的菜地，他刚刚种了不少菜苗，那明媚活泼的女子还手把手教他种地的姿势和技巧。沈巍做梦也没想到，他只是想争宠，竟阴差阳错得到燕王更多的好感。燕王薄唇微勾，安抚道：兄长放心。礼乐升起，在百官的注视中，燕王代替太子进行青耕礼。御史们一个个眼睛睁大，不放过一丝一毫，想要抓住燕王的错漏，但他们都失望了。燕王握锄头的姿势特别标准，他挖地、栽种青苗，所有动作都没有错漏。百官惊讶，对燕王佩服之极，不愧是贤德的燕王啊！病弱的太子望着在种地的弟弟，眼里满是欣慰。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撑不了太久，这晋国亿万民生基业还是要留给燕王的。礼乐声终止，青耕礼完美落幕。御史无错漏可挑，只得硬着头皮写下对燕王的夸赞之词。恒王气得牙痒痒，眸里一片阴沉。黄昏日暮，心情颇好的燕王回到王府，和王妃共进晚膳。今日青耕礼没有出错，全靠沈巍的帮助。他准备今晚去见沈巍，再去看看他种的小白菜和萝卜是否发芽，再和沈巍缠绵一番。王爷，晚膳桌上，王妃温婉地提醒燕王，那芳菲院的审视虽好，王爷也别忘了陪伴您的舅舅刘侧妃昨日落水，王爷应该好生关照才对。燕王不悦地看向王妃，道：本王宠谁，不需王妃安排。燕王不太满意王妃的态度，身为王爷，他想宿在哪里，想宠谁，都应该由他自己做决定。但王妃有时候总会用一种命令的语气指挥他，不像是他的妻子，更像是他妈，实在愉悦，令人不爽。王妃后背一寒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愉悦，吓得赶紧站起来。王爷，妾身知错。燕王起身离开王妃的院子。王妃双膝发软，差点摔倒在地。她搀扶住刘嬷嬷的手，眼里浮起凄然和悲凉。至亲至疏夫妻，王爷待她越来越凉薄了。燕王离开王妃的院子，径直往沈巍的芳菲院那边走去。走着走着，燕王想起他的青梅竹马刘巧，童年相处的美好经历浮现眼前。唉，也罢，先去明月院看看。燕王转道前往明月院。巧儿，本王来迟了。燕王主动上前，想要拉住刘侧妃的手，刘侧妃却是吓得后退。望着近在咫尺的俊美男人，刘侧妃后背冷汗涔涔。别看燕王英俊非凡，温柔缱绻，他登基后的手段实在可怕。前世刘侧妃被污蔑偷人，被污蔑陷害皇子，燕王看他的眼神比深渊还可怕。男人无情无义的生物，危险的男人更要远离。王爷，妾身身体还未恢复，今夜恐怕不能伺候王爷。本王今晚只陪陪你，不做其他。燕王见自己的女人，自然不全是为了鱼水之欢，也可以盖着棉被纯聊天。刘侧妃闻言更加恐惧，她知道自己的魅力，只要她想，王爷肯定会宠她。可前世可怕的经历历历在目，她不能再出风头了。
王爷，妾身身体实在难受，还请王爷前往别处。刘侧妃鼓足勇气，再次拒绝燕王。燕王脸色一寒，他深深看了一眼刘侧妃，刘侧妃浑身发抖。燕王何等聪慧，自然看出刘侧妃的故意疏远。人的容忍度是有限的，他关心刘巧，自然也希望从刘巧这里得到回应。但他的这番行为，把燕王心里对他的最后一点情谊也都彻底消磨殆尽。也罢，你既然病弱，便好生养病。说完，燕王便拂袖离去。待他走远，贴身丫鬟才走过来，好奇地问道：“主子，您为何要赶走王爷呀？看王爷离去的方向，又是芳菲院，那沈氏最近春风得意，咱们该好好挫挫他的锐气。”刘侧妃唇角划过嘲讽：“沈氏现在虽是春风得意，可将来摔下来，只会更惨。”刘巧觉得，只要他愿意，肯定能轻松夺回燕王的心。他和燕王多年情谊，不会因为一个刚冒出来的沈巍消失。他记得清楚，前世这出身贫寒的沈巍是得到了燕王的宠爱，但也仅仅持续了1个月。哪怕他不出手，沈巍也风光不了几日。离开明月院后，燕王越想越气，他对刘侧妃不薄。刘侧妃病重的这2年里，燕王还特意派了宫里的御医为她治病。如今刘侧妃病好了，竟变得这般刻薄。燕王身为皇子，天生尊贵，竟被一个侧妃甩脸子。他眸色阴沉，吩咐富贵降低明月院的分量，按侍妾的标准送。富贵忙道：“是奴才记下了。”富贵心里暗暗叹气，这刘侧妃简直是病糊涂了。王爷才是这后宅的主人，后宅女眷的吃穿用度全都来源于王爷，王爷是王府的天，刘侧妃居然敢对王爷不敬，自寻死路。几分钟后，燕王抵达了芳菲院。芳菲院外的蔷薇花依然盛放，门上的灯笼也换成了玉兔灯，在夜幕下显得格外温馨。看着这个别致的院落，燕王心情总算好了些。芳菲院内，沈巍踩着梯子，把掉落的小鸟放回窝里。燕王站在院子里，仰头看夜幕下的沈巍。王爷！沈巍听到声音，扭头看向燕王。王爷，您回来了。说完，沈巍赶紧顺着梯子往下爬，然后假装一不小心的踩空，接着他发出尖叫。救命啊！燕王眼疾手快，稳稳地将他接住。沈巍躺在燕王怀中，吓得发抖，像只受惊的小鹿。沈巍抬头看向燕王，四目相对。沈巍娇羞地低下头，又好似鼓起勇气般的抬头，一脸崇拜地说道：“王爷好厉害，多谢王爷救妾身，多谢王爷救妾身。”这个女人太有心计了，知道王爷前来，在梯子上故意踩空，好让王爷英雄救美。王爷好厉害，多谢王爷救了妾身。没有男人不喜欢被崇拜，燕王也不例外。望着沈巍亮晶晶的眼眸，遮掩不住的崇拜眼神，燕王的自尊心得到大大的满足。以后这种事交给下人做，莫要以身犯险。沈巍有点无奈。王爷，芳菲院只有2个丫鬟，采莲、彩萍胆小，妾身胆子大，爬梯子只能我来做了。燕王看了看沈巍身边2个瘦弱的丫鬟，一时间心生怜爱，对富贵吩咐道：“明日挑个资历丰厚的嬷嬷，2个办事得力的小太监，送到芳菲院当差。”富贵愣了下，这可是淑妃的标配呀，但富贵不敢劝阻，连忙恭恭敬敬回道：“好的，王爷，奴才记下了，明日就安排。”沈巍粉润唇角不着痕迹微勾，这就是宠妾的待遇。只要他1日得宠，他就能从燕王身上扒到好处。他可真是太爱燕王，该赏赐了。燕王牵着沈巍温暖柔软的手，没有马上进屋，而是迫不及待去看他亲手种的菜。春雨过后，茄子、辣椒、番茄等菜苗经过春雨的洗涤，长得越发茁壮。燕王已经开始期待菜苗结果的那天。等他亲自种的菜成熟，他要亲自尝尝，再送一些给太子兄长和父皇母后。父皇看中农业，肯定会高兴。沈巍陪着燕王查看蔬菜，燕王种的菜苗更茁壮，沈巍种的菜苗则是发育不良。沈巍苦恼地皱眉：“哎呀，妾身和王爷同时种菜，一样的土，一样浇水，怎么王爷的菜生长得更好呀？”沈巍面上装疑惑，心里明镜一般清明。燕王的菜更好，但是沈巍让采莲半夜偷偷给燕王的菜施了肥，不然就燕王那半吊子的种菜水平，这些菜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好？燕王可不知道这些事，还以为真是自己种菜技术好。他揽住沈巍纤细的腰，薄唇微勾：“微微力气小，菜苗种得太浅，长势自然不好。”沈巍气得腮帮子鼓鼓的，他乌溜溜的大眼睛划过狡黠，故意不怀好意地打量燕王种的菜，心思全都写在脸上。他打算等燕王的菜成熟后偷菜。燕王哪里看不出他的心思，
一方面觉得沈巍天真可爱，一方面又暗戳戳戒备。这小妮子还想偷本王的菜，本王要时常来芳菲院监督，不能让她暗中动手脚。看完菜，两人大门一关，开始腻歪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沈巍依然风光无限，虽然还是侍妾，但芳菲院的配置和淑妃一模一样。燕王赏赐不断，王妃也送了些东西，褒奖她侍奉的功劳。这天，采莲进来，把王妃的命令通报给沈巍。主子，王妃有请。屋子里，沈巍正在对镜敷着自制面膜。王妃找我有什么事？主子，王府春日宴来临，王妃派人购置了一批好布料，要分给所有的后宅女眷。沈巍有点失望，原来只是分配布料，还以为又要赏赐什么金银珠宝呢。等我洗个脸，马上去。沈巍前往王妃的昆玉院请安，路过王府的花房时，沈巍没注意到有个丫鬟正朝他投来嫉妒的眼神。沈巍，你真是好风光啊！张月手捧花盆，一脸嫉妒地望着路过的沈巍。沈巍如今独得王爷恩宠，地位也水涨船高，吃穿用度只比王妃差点。反观自己，张月低头看自己粗糙的手指，天天劳作，手上长了粗茧，美丽白皙的脸也开始泛黄。每天夜里还要挤在臭烘烘的丫鬟房里。每当那时，张月也会茫然，如果当初自己同意当王爷的侍妾，如今会不会也和沈巍一样风光？张月咬牙，只能不停安慰自己。王爷的爱是短暂的，沈巍迟早会失宠。沈巍前往燕王妃的院子，他来的最晚，并不是他故意晚到，而是王妃故意最迟通知他。沈巍心里暗暗发笑，这王妃看似人淡如菊，心眼子倒也不少。沈巍屈膝行礼，给王妃请安，给各位姐姐请安。王妃端居主座，和颜悦色道：人都到齐了，那便开始分布料。沈氏，近日王爷颇宠你，那你便第一个挑吧。沈巍面露惶恐，妾身万万不敢，以妾身身份地位，哪敢第一个挑选？沈巍怎会不知，王妃这是想让他当出头鸟，这是在故意整他。王妃轻捧茶杯，缓慢地啜饮一口。王爷最宠你，你自然担得起。沈巍若是再拒绝，那就是对王妃不敬，但是早已想好对策。既然王妃要搞事情，那他就让王妃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沈巍脸色一转，一脸兴奋的道：那妾身恭敬不如从命。沈巍上前挑选布料，目光在这些布料上流连。沈巍看了一圈，直接指着最好的那匹布，兴奋地说：采莲，咱们要这匹布。这是最昂贵的浮光锦，仅仅只有一匹，主色是浅银色，面料柔软，日光下泛着美丽的荧光。采莲脸色大变，她是识货的，她暗中给沈巍递眼色。主子万万不可，这种布只有王妃王爷才有资格用。沈巍虽然独得王爷宠爱，但她只是低微的侍妾，哪能穿昂贵的浮光锦？沈巍妹妹，你还是换一匹其他布料吧。张妙玉侧妃友善提醒。张妙玉虽长得胖墩墩，但心眼却不坏，她不忍看着这个漂亮的妹妹自掘坟墓。沈巍看向旁观的众人，柳如烟面露同情，刘巧目光不屑，其他淑妃一个个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唯有张妙玉出声提醒，也是好心。沈巍收回视线，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嚣张模样。我就要这一匹，采莲收好。采莲硬着头皮抱着那匹布，心沉沉坠落。这沈主子啊，终究是走了其他侍妾的老路啊。你倒是有眼力。王妃啜饮一口碧螺春，看似夸奖沈巍，实则遮掩住唇角的嘲讽。这沈巍出身贫寒，目光短浅，看到好东西就敢要，真是贪婪无度，美貌又愚蠢的女人，在王府后风光不了几日。这个女人太嚣张了，拿走了只有王爷才能用的高档布料，因此引来了王爷的厌恶，却没想到她只用了一招，反而让王爷对此愧疚不已。晚上，燕王来王妃这里用晚膳，桌上王妃向王爷汇报今日分发布料的事。就在提到沈巍时，一旁的刘嬷嬷一脸愤懑地说道：王妃您看得下去，老奴可看不下去。那沈氏仗着王爷的宠爱，今日第一个抢布料，还拿走了最好的布料，这事根本没把您跟王爷放在眼里。王妃一拍桌子，冷声呵斥道：大胆奴才，我跟王爷聊天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自己下去领罚。王妃，奴才认罚，但是那沈氏确实做得太过了，奴才心直口快，还望王爷王妃恕罪。燕王何等聪慧，自然知道他们主仆二人是在演戏，但沈巍拿走最好的布料，也确实是过分了。王妃笑盈盈地劝道：王爷，你也别怪沈氏，她出身贫苦，所以看到好东西就占为己有，也能理解。燕王脸色瞬间冷下来，他不由得开始反思，
最近自己是否太纵着沈巍了？一顿晚膳吃得满肚子的火。你去打听下，今日沈巍是否第一个挑布料拿走了浮光锦？富贵办事利索，找人问询一番，这才回去禀报。王爷的确是这样，那浮光锦价值颇高，三主子喜欢也是人之常情。燕王垂下眼眸，心里涌起一丝淡淡的厌恶。贪婪骄纵，没有规矩。坤玉院内，刘嬷嬷幸灾乐祸地说道：“这沈氏可惜了。”王妃看着湖中的荷花，淡淡道：“这沈巍也实在是蠢。刘嬷嬷可以开始寻些美貌姑娘，沈巍失宠，总得用新人补上。”刘嬷嬷恭敬回道：“王妃放心，奴婢明日就去办。”燕王生气，接下来1连5日都没有再去沈巍的芳菲院，于是后宫便流传起了沈巍失宠的消息。七雪阁内，柳如烟孤独地站在梅花树下，手指拂过干枯的梅花枝，她眼圈泛红，悲从心来。从来薄幸多男儿，多负了佳人意。那沈氏与我也算是同病相怜。一行清泪落下，丫鬟雪梅站在柳如烟身后，看主子又在伤风悲月。雪梅的心早已麻木，摊上这样的主子，能怎么办？花香院，胖乎乎的张侧妃正在吃肘子。哎，那沈巍也太贪心了，我都提醒他了，他还抢布料。他那日第一次见到沈巍，觉得这姑娘长得是真不错，便好心提醒一句，可惜没脑子，还不听劝。过段日子咱们去找沈巍玩，我给他送点肘子，肚子吃饱了，心也就不痛了。燕王这几日心情不好，沈巍恃宠而骄，贪了浮光锦。他虽然有点厌弃，但相处多日，也是对他生了些情分，于是便故意冷落他，想着他能感受到冷落，主动前来找他认错，他也就顺水推舟原谅沈巍，再宠爱他一段时间。可谁知他不但没有主动来认错，反而是整日窝在他的芳菲院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书房里，燕王处理完公务，对富贵询问道：“他还没来认错？”“没有，王爷。”“要不奴才去提醒一下三主子。”燕王没吭声，算是默认。富贵刚转身，准备去芳菲院查探情况，燕王又吩咐他：“另外，你再看看本王种的菜长势如何。”5日没有去芳菲院，燕王除了想念沈巍的身体，想念沈巍的笑容，还挂念着他的菜。他亲自种的菜，万一被沈巍拔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是，奴才这就去问。富贵加快脚步，迅速赶往芳菲院。他也挂念自己种的菜呀，只是王爷不去芳菲院，他也不能偷偷溜去看。一路匆匆跑到芳菲院，富贵没有宣扬。到了芳菲院，就看到站在门口的容嬷嬷。容嬷嬷假装意外地问道：“富贵总管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富贵恨铁不成钢的道：“三主子年轻，脑子不好使。你是王府的老人儿了，怎么你脑子也这么秀？还不赶紧让三主子打扮一番，去书房给王爷请罪。那浮光锦价值千金，唯有王爷和王妃能用。三主子胆大包天，你们这些奴才也不知道劝着。”容嬷嬷50出头，头发灰白，满眼的精明。她一脸遗憾地说：“沈主子病了，暂时没办法见王爷。”富贵愣住：“病了？”容嬷嬷无奈点头：“是啊，主子得了那匹价值千金的浮光锦，熬了几个通宵夜给王爷做衣服，衣服刚做好，人就病了，现在还躺着呢。”富贵还有点懵，却见容嬷嬷将一个袋子塞了过来：“还不快去通报王爷！”富贵豁然开朗，又掂了掂手中的袋子，不由得夸赞道：“这三主子好生聪慧，你跟了三主子，将来前途无量啊！”沈巍抢了浮光锦自用，王爷会觉得他恃宠而骄；但如果沈巍抢了浮光锦是为了给王爷做衣服呢，那王爷只会认为自己是误会了沈巍，对其心生愧疚，日后更加怜爱他，好一招化被动为主动。容嬷嬷笑盈盈道：“还要谢谢富贵总管，给奴婢安排了这么好的差事。”容嬷嬷目送富贵离去，她唇角的笑容越来越大。身为王府的老嬷嬷，容嬷嬷自然慧眼识珠。她当日第一次见到沈巍，就知道这女子聪慧过人，未来前途无量。不多时，燕王踏着夜色匆匆赶来芳菲院，还带了个太医。时隔5日，燕王再次踏入芳菲院，他健步如飞，迅速冲进屋子里。沈巍此刻躺在床上睡觉，巴掌大的小脸苍白异常，看起来很憔悴，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。燕王握住他的手，看到他白皙细嫩的手指上有几个很明显的针眼，显然这些针孔是沈巍给他做衣服的时候被针扎的。微微，燕王凝视着沈巍的面容，
心情极为复杂。采莲扑通跪下，哽咽地说：“王爷，我家主子这几日昼夜不停，一直为王爷做衣裳，说要给王爷一个惊喜。奴婢劝主子去睡觉，他怎么也不肯，于是就把身子给熬坏了。”太医给沈巍把脉，燕王则是站在一个衣架前，衣架上挂着一套华美的男子衣服，只看一眼他就知道这件衣服肯定合身。他从未问过本王的腰围尺寸，居然能做出如此合身的衣服。感动、愧疚、喜爱、欣慰，燕王百感交集。这一针一线全都是微微的心意，而我居然还以为微微贪婪骄纵。一时间，燕王心头被愧疚侵袭，他差点辜负了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姑娘。这件衣服虽轻，但燕王却觉得这件衣服有万斤之重，因为这上面有一份沉甸甸的爱，无比珍贵。燕王无声无息之间完成了自我攻略。太医把完脉，禀报燕王：“回王爷，沈主子身体虚弱，内亏有损，有轻微低烧，微臣立刻开一副药方，为沈主子治病。”燕王催促：“快歇去。”采莲跟着匆忙离开的太医去抓药，而其他下人也识趣的退下。屋子里只剩下昏睡的沈巍和燕王。燕王坐在床头，握住沈巍纤细的手，喃喃道：“你是第一个亲自为本王做衣服的女人。”身为大庆皇子，他的衣服全都由皇宫的上服局准备，连他的母后、他的嫡妻也从未替他做过衣裳。沈巍是第一个。看着沈巍憔悴的面容，燕王心中暗暗发誓：“微微，你放心，本王绝不负你，绝不。”沈巍还生着病，燕王怕打搅到他休息，只是坐了一会，就带着那一身衣服离去。走之前，他再三叮嘱丫鬟太监们好好照顾沈巍。王爷走后，没过多久，流水一样的补品就送到了芳菲院内。次日清晨，沈巍打着哈欠起床，这一觉睡得真香。生病，生什么病？那些全都是他装的。太医检查出他的身体不好，那是他这具身体的救急。燕王的那身衣服，他就提供了3尾。至于衣服的裁缝、绣制，全都是容嬷嬷、采薇和彩萍合作完成的。换好衣服，沈巍在院子里面跑了几圈，然后又缩回被窝里继续装病。躺了没多久，下朝的燕王果然赶来探望。王爷，沈巍虚弱地睁开眼，他面容雪白，黑发散在枕头上，正是娇花一样的年龄，生病的容貌格外招人怜悯。燕王握住他的手：“微微，可好些了？”沈巍虚弱地露出一个微笑：“那件衣服，王爷试试是否合身，不合身的话，妾身再改改。换做其他侍妾，生病的时候一定会说自己生病多难受，借机获得王爷的垂怜，这是错的。得像我这样，只字不提自己的病，而是先提起送给王爷的衣服，这会让他认为我一心一意关心他，连自己的身体也不在乎。”很合身。燕王握住沈巍的手，俊眸含着别样的情愫：“制衣辛苦，以后这种事还是交给下人做。”他昨晚回去已经试过那件衣服，完美合身，一针一线全是沈巍的心意，怎叫他不感动？沈巍瞪圆眼睛，有点生气地说：“妾身亲手做的衣服和其他人不一样，怎能让别人做？”顿了顿，沈巍似乎觉得自己这话太霸道，他又委屈地垂下眼眸，闷闷地说：“王爷不要责备妾身，那日妾身看到浮光景，便觉得适合给王爷做衣裳，妾身只是希望对王爷好一点。”他那姿态像个吃醋的小姑娘，满心满眼都是爱人，抢浮光锦也只是想要给王爷做衣服，他有什么错？至于做衣服剩下的一半浮光锦，他自己留着，他有什么错？燕王听得心口暖洋洋的，他真的好爱我啊！但毕竟担心沈巍的身体，燕王故意严肃道：“听话，养好身子就是对本王最大的好。本王让内务府挑选了几匹好料子，已经派人送来，给你裁制新衣。这傻丫头只顾着给我做新衣，忘了自己。”沈巍撅嘴，抬头看了眼燕王，又负气地缩回被窝里藏起来，似乎在生闷气。被窝里，沈巍嫌弃地翻白眼：“老娘演的好假啊，得熏死老娘了。”被窝外，燕王宠溺的微笑，吃醋又傲娇，真可爱。燕王陪了沈巍一会，但由于公务繁忙，只得起身离去。身为大庆国的皇子，太子的左膀右臂，燕王虽然宠爱沈巍，却也不会让自己过度沉迷女色。走之前，燕王还不忘去小菜地里看看，他种的菜长高了不少，绿油油的叶子迎风招展，长势喜人。他又看看沈巍种植的那半边菜地，菜苗青黄青黄的，还死了好几棵。
燕王心里涌起无限的成就感。还是本王的种菜技术更厉害啊！想了想，燕王对富贵吩咐道：“这个菜园子太小了，菜园旁边的那块地空着，你派几个小太监过来松松土，本王要再多种些蔬菜。”好的，奴才等下就去安排。清晨，丫鬟张月从花房里出来，她手里捧着一盆花，日常经过芳菲院。自从沈巍当了侍妾后，她每天都会来看看沈巍的近况，就想有天能看到他失宠后落魄后悔的模样。最近王爷冷落沈巍，可把他高兴坏了，于是便到处宣传沈巍失宠了，让大家都知道沈巍过得不好。可惜他今天失望了，他刚走到芳菲院门口，就忽然看到从芳菲院走出来的燕王。张月不由得愣住，沈巍不是失宠了吗？怎么王爷还来芳菲院？张月躲在花丛后面，听到燕王吩咐富贵，每日让太医去芳菲院给微微把脉，她生了病定然不爱吃油腻的食物，让后厨房研究些新菜式。富贵笑道：“奴才遵旨，王爷心尖上的人，奴才们自然会好生伺候。”燕王主仆离去，躲在花丛后的张月面露烦躁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怎么回事？沈巍他为何又得宠了？这个女人每次跟王爷温存后，都会悄悄溜起来，服用婢子汤。主子您如今正得王爷宠爱，为何要服用婢子汤呀？彩萍想不通，有了孩子，主子在王府的地位岂不是更加稳固？沈巍摇摇头，你不懂，生孩子也要时机合适。我这具身体现在不适合生育，体质很差，生孩子时会难产，还会留下难看的妊娠纹。为了避免生育后身材走形，被王爷嫌弃，所以我必须调理好身体。喝完药，沈巍继续回去补觉。天刚蒙蒙亮，燕王离开芳菲院去上早朝。燕王离开后，沈巍照常起床做运动健身。采莲在一旁候着，不经意间看到沈巍的运动鞋。主子，您的这双鞋子好漂亮啊，这是在哪买的呀？这双鞋是我在得物 APP 买的，想要确认自己的鞋子是否正品，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，只需上传图片，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。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，覆盖鞋服、箱包、美妆、手表、玉石珠宝、酒水、宠物等19个品类，专业可靠。快点击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。运动完吃完早膳，就到库房查看自己这阵子的战利品。看到这些好东西，沈巍两眼放光，接着他将视线移到那半匹剩下的浮光锦上，给燕王做了件衣服，还剩了半匹料子。采莲在一旁建议道：“主子，剩下的半匹浮光锦，要不让奴婢也给您做一身衣裳，耳边脚料可以做成香囊。”沈巍摇摇头，浮光锦太贵重了，我若是穿上浮光锦衣裙四处招摇，肯定会引来王妃的忌惮。王妃出身名门，还有孩子傍身，我斗不过她的。我现在地位还不算太稳，不能给自己带来麻烦。想了想，沈巍吩咐采莲：“你把这半匹浮光锦送出王府，找个布房卖了，谨慎些，莫让人发现。”好嘞，奴婢这就去吧。采莲心领神会，将半匹布收好，低调地离开王府。芳菲院外，张月照常来芳菲院查看沈巍的近况，看到最近王爷又开始宠幸沈巍，他每天都气得牙痒痒。快到芳菲院，张月发现丫鬟彩萍提着一包东西出来，东张西望，鬼鬼祟祟的。张月顿时来了兴趣，悄悄地跟在彩萍后面，想看看她在搞什么鬼。彩萍来到一处荒草地，这片荒草堆常有狸猫出没，几乎无人探访。彩萍悄悄倒完药渣就走，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殊不知张月在草丛中蹲候多时。彩萍走远后，张月悄悄钻进荒草丛里，看到里面残留的药渣，张月皱眉，倒药渣搞得神神秘秘的，难道这药有问题？他将药渣收集好，悄悄离去，打算出王府找大夫问问，如果让他找到沈巍的错漏，他就趁机落井下石。沈巍啊沈巍，这最好别是什么把柄，不然，哼哼。